在上期节目，我们来到了地狱上层，建造了一个猪人塔。这个塔并不算很大，不过我们拿来刷经验也是够用了。猪人呢受到了玩家的攻击，就会集体的往这边跑过来，然后就会被这里的活板煤陷阱给诱骗，最后掉到矿车里面被挤死。只要猪人的仇恨还在，那么他死掉之后就会掉经验。所以我们想要升到50-60级也不算什么难事，而且在 1.16 版本 Mojang 是已经修复了仙人掌生长的 bug， 那么也就是说啊，现在这个剑肉炉已经不好用了。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收集系统，这也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在地狱里面的收集方案，然后接上几个可以分类的箱子，那么我们玩家呢就可以直接在下面的箱子里面取出已经分类好的物品。好，我们今天又回到了 1.16 的生存，也是很久没有继续这个坑了，也是一直有很多小朋友问啊 1.16 的生存哪去啦？你看我这不就回来了吗？好，我们废话不多说，先来看一下这个整合包我又添加了什么新的内容。现在打开游戏都不用再输什么 copy 的指令，我们也可以用仙人掌扳手了。原因是我在我的存档里面写入了一些数据包，可以在地图加载的时候就开启指令打开仙人掌扳手。好，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 copy 的指令在原版生存是并不能直接使用的，所以这个数据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这个数据包还添加了一些新的合成配方，漏斗矿车可以直接用漏斗和5个铁锭进行合成，然后发射器的配方呢也给它添加了2个，都是能够非常方便的合成。像我们喜欢搞红石的玩家，怎么能没有红石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我做了一个女巫塔，但是呢只做了一半还没有完工。正好啊，我们借助今天这个机会去把女巫塔把它给造完。我们打开大地图，在我们出生点这个天坑的旁边，对，就是这个锅盖。没有记错的话，这里是有一个地狱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从地狱交通到达现场。好，那我就从家里面的这个地狱门出发。到这边来了，现在天色已晚，我在想先睡个觉吧。现在 Carpet Mode 有个多人睡觉的优化，我先来召唤一个硅胶小人。以前呢，要是主世界有人挂机的话，你是没法睡觉跳过这个晚上的。但是呢 ，Carpet 的这个优化呀，只要有一个玩家睡觉，所有人都可以直接跳过这个晚上。这个女巫塔的构造呢，是通过活塞推地板。地板呢是由灵魂砂和半砖组成，我们可以用灵魂出窍带你们看一下。这里面每一条都用活板门把它隔开了，生物踩在灵魂砂上面会下降1个像素点的高度，然后在地板推动的时候呢，由于地面凹凸不平，女巫就会从上面掉下来，这就是它的原理。我们先来把下面的空间处理一下，女巫掉到最下面来，这下面必须是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用水流把它推到一边。好，我们现在建造这个密闭的环境。这下面是一个7×9的范围。我们泼水呢，在这个短边上面泼，一共要泼7桶，水可以留8格。正好这个长边它有9格，我们在第9格上面把它给打开。那么这一格呢，就是处死女巫的地方。这里我们有采用以前的那种做法，像这样做的话，它方便省事。只不过我们要在7个格子上面分别放上24个矿车。哎呀，糟糕，我没有带红石，一边搞红石又一边缺红石。哎，我们先把这个开关打开吧，先让女巫掉下来，然后我们再搞几个红石。来看我就地取材。是不是很机智？这下面我已经放上了漏斗，然后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我们如何往上面放24个矿车。我们直接放铁轨的话，这个铁轨啊，它会连成一条直线。这时候我们就要利用仙人掌来调它的方向，然后就可以很轻松的往上面放24个矿车。然后记住另一边我们要用半砖把它挡起来。好，我们放完了矿车，这里我还把投掷器的红石把它给接好了，只要收集到的掉落物就可以把它传出来。这边的水流是一直接到了顶上面，我们待会呢还需要做一个水电梯，这个水电梯太他妈长了呀，有点让人顶不住啊，所以我打算在顶上面直接泼1桶水，然后再用海带把你们全都填满。你猜猜我为什么要抓1桶河豚？原因很简单，我潜水的时间太短了，不够持久，这往里面塞几个海带你就差不多淹死了。
哎，不说了，我回去尿个尿，尿个药。哇，兄弟，你这也要搞我？哎，水费药水有了，我还得给他来个加长版。这3分钟时间太短了，都还没有到位，就跟 Minecraft 的成就一样，我们需要再深入一些，然后就结束了。海带的作用呢，是可以让水流直接变成水方块，而气泡柱必须要求每一格都是水方块。好，我们到了顶上来了，现在可以直接跳下去。这下面的泥土直接把它换成灵魂沙，这样气泡柱就完成了。我们走进来就会被推到顶部。这上面我简单的做了一个分类，在每次过来拿东西，我们就不用跳到下面去拿。在拐弯的地方，我们再放上2个海报菜，这里贴一个告示牌，然后打掉玻璃，让所有的掉落物直接流向海报菜这边。然后我们再在海报菜上面泼一桶水，这样的话物品就会流到漏斗里面去。这边这个顶上，我们还是要用方块把它遮挡一下。最后一步就是把下面刷怪的范围把它清理一下。如果你还不清楚在哪些地方会刷怪的话，可以用 Mini HUD 的功能来生成一个球体，把球体的中心放到你上面挂机点，然后再定好球体的半径为127。我们会看到绿色范围内就是怪物会刷新的范围，你只用确保这个球体内没有什么刷怪的面积就可以了。好，经历了长时间的清理之后呢，这下面全都是用水把它覆盖起来了，不过还是有个别方块没有覆盖到，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可以打开 Carpet 的怪物统计信息，第2排的第1个数字就是目前刷怪的数量，是远远没有达到70个的上限，所以外面刷怪也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边物品的运输情况。这顶上的物品也能够顺利的进入箱子里面。好，我们切换到我们玩家身上的视角，目前呢也没有怎么挂机，我们就随便的来看一下里面的产物有多少。最后挂机点呢，你们该做防幻翼的还是要做一下。虽然这个存档我已经把幻翼给关掉了，不过可以用来遮雨，还是挺酷的。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了，记得给我的视频评论、点赞3连，谢谢大家。什么下次一定？我们不要什么下次一定，这次一定可以吧？